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 BP 评科技，我是 BPW。如果你是一个手写笔记者的话，不知道你有没有思考过一件事情？我的手写笔记，它除了让我拿来复习之外，它还可以发挥什么样子的价值呢？那如果我告诉你，你的手写笔记，它可以变成一个专业格式的小论文，它可以变成一张心智图，甚至是一个帮你排版好的分析报告，把我脑中的想法直接变成一个可以用手写和橡皮擦编辑的设计图。这些功能全部都在这一次 GoodNotes AI 的更新都可以做到了，所以我自己使用之后真的是觉得太兴奋，而且太厉害了，所以决定马上拍影片来跟大家分享。那第一个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套索工具结合 AI。大家应该知道 GoodNotes 的套索工具是一个非常万用的功能，不管你是要圈选手写、文字、图片、便条纸等等的东西，都需要用到套索工具。那大家知道吗？你现在只要在你笔记任何一个地方打开套索工具，把笔记圈起来，大家就可以看到一个 AI 的符号，这时候你就可以马上去询问 AI 问题。所以比如说我们想要解读书本当中的图片，不管这本书它是不是 PDF 格式，就算它只是一个图片档，你一样可以使用套索工具让 AI 去读取这个画面。就比如说拿我的经济学笔记来说，圈选一下，然后并写下 prompt， 帮我解释一下这两张图在说什么。他马上就帮我解读出来，这两张图就在诉说美国的金融海啸以及房市的泡沫化。所以大家现在就可以动手，打开你的套索工具，去圈选你笔记任何的地方 ，AI 马上就会回答你的问题。那接着第二个，你也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到的图片，把它加入到 GoodNotes， 或是你从相簿任何加进来的任何一个东西，你都可以加入 GoodNotes。比如说我在网络上面找到一个室内设计图，我就请 AI 描述这张室内设计图，然后你看，它马上就帮我把详细的空间配置都讲出来了。而且更重要的是 ，GoodNotes AI 它还会自动帮你去设定，你可以去追问什么样的问题，所以我就直接点击下面的追问，这个单位的总面积是多少？我那时候在 Google 的时候就已经先有找好，这个面积就是12平。然后 GoodNotes AI 它也非常厉害，它帮我分析出来这个单位的面积大概是40到60平方米。那你换算成平数就是除以3嘛，所以大概也是12平左右。所以你看这个 AI 它是真的有在动脑思考的。当然，你除了叫 GoodNotes 帮你解释问题之外，你也可以叫它做更专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圈选出特定的范围，它就可以帮你做出专业的报告。像是这是我的经济学笔记的手写内容，那我就用套索工具圈起来这一个章节的范围，就是主要在讲需求。那我就会说，帮我根据目前川普攻打伊朗的时事，分析油价、塑胶以及原物料的价格，然后你去帮我制作成一篇小论文。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它左边马上就帮你制作出小论文的架构以及内容。那这时候呢，我只要非常快速的点击复制的按钮，并且打开我的 Notion， 贴上之后，因为它是 Markdown 格式，所以你看，它不管是标题的大小粗细，以及它的行距，它全部都帮我排版好了。接着我只需要按一下 Notion 的分享成 PDF， 我超简单的报告就已经做好了。所以 GoodNotes 它这个 AI 功能已经帮你下了很好的基础，你现在就可以打开任何章节，比如说教授今天说第3章你要写成一个报告，那你就可以使用 GoodNotes AI 作为基础，去完成你的作业以及你的报告。那当然，大家会问说，我一定是要使用套索工具圈起来吗？那当然可以不用，你就是可以直接打开左上角的 AI 按钮，直接去询问它任何的问题。比如说，你想要问他说，帮我透过这个笔记去出一个这次考试可能会考的考题，然后来考你。这也是可以做到一个自主学习的效果。好，讲完套索工具结合 AI 之后，接着第二个我要讲到这一次更新最厉害的功能，就是创作模式。创作模式顾名思义，它就是生成式 AI。那它的生成式到底有多厉害呢？那我们可以分成2个维度来告诉大家。第一个维度就是 GoodNotes 它有别于其他笔记软体跟 AI 软体，它可以生成出手写可编辑的内容。好，比如说我们再拿刚刚的室内设计图做举例，我们刚刚是请他分析这张室内设计图嘛，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请他把这些分析的内容或是设计的草图，它进一步变成一个完整的设计图。
所以我的内容就是帮我根据该资讯生成一张彩色俯视的室内设计图，要明确渲染出不同家具的颜色以及地板的材质，它就马上帮我生成出一个很可爱的室内设计图。只不过我觉得这跟我想象中的专业格式它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我这时候又可以在这边点击修改，就可以进一步追问。我跟他说我要更写实的设计风格，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成品。是不是生成出来真的是有模有样？它甚至把空间的尺度跟长宽都列出来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就可以直接使用橡皮擦、使用铅笔、使用套索工具去修改原有这张图。所以这时候你如果是一个完全没有灵感的人，你就可以先请 GoodNotes AI 帮你生成一个最基础的版本，然后你再透过橡皮擦以及套索工具去完成出你真正专业的室内设计图。第二个的话，就是要如何去汇整你的笔记。那我最常用的就是心智图笔记。对，我在无边际那支影片已经跟大家讲过，说下一支影片要告诉大家这个立体化笔记的方法。那不好意思，再跟大家延后一下，我真的在下一支影片就会讲这件事情，所以大家请再等我一下。好，所以我们现在只要对 AI 下 prompt， 比如说帮我生成该笔记的心智图，心智图各个关联的主题它需要互相连接。那我们不一定要从单一主题去扩散出去，而是有逻辑的去连接它彼此各个点。那你看，这时候我只要下完这个 prompt 之后，我的笔记它马上就帮我分析完，然后真的去做出一个很完整的心智图。然后跟刚刚一样，这个心智图你是可以自由的调整它的颜色，调整它的大小，甚至是调整它的文字。如果你是想要学生物或是人体相关的医学内容，那你也可以请 GoodNotes AI 去帮你生成出人体的消化系统图。同样，你也可以再次追问，像它一开始帮我生出的图，它没有标注各器官的名称。那 GoodNotes 它一样可以再去做修改的动作，就帮你去做出一张既有标注又有画出彩色人体的器官图，然后你也一样可以用橡皮擦、套索工具或是手写去修改它上面的文字。然后创作模式跟刚刚前面一样，它也是可以生成出专业格式的报告，而且它这边更厉害，它这边可以直接帮你做好排版。如果你真的是连排版都很懒惰的人的话，那你可以试试看使用创作模式。我就跟他说，帮我把这份经济学笔记结合最新时事，川普目前正在攻打伊朗，请用笔记学当中相关的经济学理论，制作出一个全球经济的分析报告，字数约1000字，然后要有完整的架构跟段落。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生成出来的内容，不只有标题，还有不同区块的排版。然后你如果想要在 GoodNotes 以外再做成一份报告，就直接把它复制贴上就好了，是不是超级厉害的？然后你也可以请他帮你把笔记生成出一个目录放在封面页，比如说你的手写笔记可能分成10个章节，那你想要知道各自章节在讲什么以及它的页数，那就直接叫他帮你做好封面就好了。大家听完这些内容是不是觉得哇，原来 AI 它可以做到的事情远超乎我们传统的思维？它不是只能去帮你完成电脑上面的多步骤，帮你生成出图片、文字以及摘要而已，它是可以从手写的思维去帮你制作完笔记。当然大家这边一定有很好奇，但我要使用这些 AI 功能，我是不是需要付钱？没错，GoodNotes当然是有免费版的 AI， 但是你免费版的话，它就是1个月只能问答5次。那它付费版的话就分成2种，标准版的话，你当然可以像我刚刚跟它一样进行问答，但是它就没有创作模式，所以它就不能生成图片，不能生成手写，不能生成设计图，但是基本的问答都是可以的。那如果你要像我一样有完整的功能的话，1年就是要订阅1150元，这相对来说对学生是一个比较高负担的价格，但是我自己觉得标准版就已经相当够用了。那影片最后想要很认真跟观众讨论一个问题 ，iPad 它是否还会继续存在跟维持这么好的销量呢？随着苹果 MacBook Neo 的推出，苹果有键盘的产品，它的入手门槛瞬间降低到不到2万块。各位观众，你买 iPad 或是你用 MacBook， 你使用手写的几率比较高，还是使用键盘的几率比较高呢？欢迎在留言底下告诉我。然后 GoodNotes 它这种专门为手写设计的 AI 模型，那你真的会愿意花钱去买单吗？还是你会期待手写它可以结合什么样更厉害的 AI 功能？欢迎在留言底下告诉我你的想法，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大家再见。